我是梦露，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 Innisfree 最新的橘色限定系列，我是跟代购买的。然后我也知道这系列其实是就是有一个网友他很可爱，就是他知道我很喜欢韩系彩妆，然后每次出了一些韩系彩妆很新的资讯，他就会立刻私讯我说：“哎，梦露，你有买这个吗？”那其实我们也不一定说会直接 follow 到第一手的讯息，所以有时候其实还蛮感谢就是网友们就是愿意这样分享你们的资讯给我。那我看到这一组之后，因为他知道我是橘色控，所以他就分享这组给我，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买。身为一个橘色控，看到任何的橘色彩妆，我就是一定要收。那这系列你可以看到，它是比较酷炫的橘色彩妆，因为一般橘色彩妆可能都会包装的比较可爱啊，或是比较粉嫩感。但是这系列它就是运用一个很大胆的橘色，然后我觉得比较前卫，也比较时髦一点。我觉得其实跟目前市面上的橘色彩妆包装上面有蛮大区别。总之我就是全部都包，它有一个9宫格眼影盘，以及一个4色眼影和腮红和4支唇彩，我应该没有漏买吧。总之那个代购卖场上这系列的彩妆我全部都包了这样，所以我今天就要利用这组来上妆，然后分享刷色给你们。但其实它的这个9宫格眼影盘我已经用过了，我必须直接跟你们说，如果你是新手的话，这盘比较不好驾驭一点点。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颜色都是比较鲜艳、比较饱和，那你去重复的刷叠的话，它的色系那种鲜艳的感觉又变得更明显，所以我觉得对新手来讲是比较难操控，它比较没有办法画出日常的感觉，它一画就是浓，一画就是比较夸张。所以如果你走的是那种很清淡、伪素颜派还是淡妆派的话，这盘我觉得就比较不适合。先让你们看它的外包装，就是这种很大胆、很正的那种橘子色，再配上这种有点雷射反光的字体，我觉得还蛮时髦的。打开来之后，眼影盘本身长这个样子，它上面是一个橘色半透明的亚克力片，然后它的开启的方式比较特别，因为通常是由下往上，但是它是从左边这样子开的。它里面就是一个9宫格的配置，它有雾面色跟这种亮片色，所以它可以叠出来那种妆感的层次感还是蛮明显的。然后颜色你可以看到都是那种很暖、很夏天的颜色。而这盘呢，乍看之下你会觉得，说有底色，然后有这种主角色跟那种打亮色以及眼线色嘛，可是没有，它其实每一个颜色刷起来都很重，所以在使用上面要小心跟拿捏它的分量。粉质的话，我觉得跟他们之前那个单色眼影没有太大的差别，就都是比较松、比较绵，所以当你比较用力去刷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粉是会被你推开在旁边的，算是还蛮容易取粉的啊。那我先随意刷2个颜色在手上，示范质地给你们看。一个是雾面色，一个是这种亮片色。首先是雾面色，延展力还不错，然后发色算是中上，以韩系眼影来讲算浓的，有没有？所以如果你是新手的话，还是很喜欢这一盘的配色的话，用量就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然后粉质我觉得还蛮绵密好推的，不会说卡卡的有断层。那再来是亮片色，它会稍微有一点点微微的偏光，但是它不是走对比色那种偏光，它就是在橘跟那种白金之间做一个反射的感觉，服帖皮肤的效果也蛮好，但是它的那种亮片bling bling闪耀的感觉会比较明显一点点，它不是那种低调珠光，它就是真的会有那种一颗一颗的。所以这盘的9个颜色，其实我觉得每一个都还蛮有特色，几乎每一个都是重点色，所以我觉得在配色上面要抓的还蛮精准，不然就很容易不小心眼妆变得太重，或是会变得脏脏的感觉。我觉得在颜色配置上面真的是要多花一点心思去研究一下。那今天眼妆的部分呢，我会建议你们就是右上角这个芒果黄色跟中间的这个蜜桃色啊，你选一个颜色就好。这2个颜色，如果你要把它叠在一起的话，其实它们是看不太出效果，所以你就选一个颜色，不要贪心，然后再去跟其他这种比较深的颜色做配置，这样就好。那今天我用黄色这个来上妆好了。好，那我们先用指腹针取眼影盘最右下角那个底色，淡淡的去扫过上眼皮中间到前段的位置，做一个打底就好。你看它这个底色的浓郁度其实也蛮够，如果你再叠到3层的话，其实它就是可以直接当做一个眼影单色眼影的效果来上了，有没有？所以就是淡淡的就好。然后它的粉质啊，雾面的我觉得它还蛮细的，服帖度是还不错，不会觉得有很明显的颗粒感，还是那种
干粉的感觉。你稍微去轻压，然后把它推开，它整个服帖眼皮的效果还不错，颜色也都附着的还蛮均匀的。再来用一支比较松一点的眼影刷，沾取右上角的芒果黄橘色，晕染在后半段眼尾的地方，上下眼尾都可以晕染到。然后这个颜色我会建议你就是从少到多慢慢的去叠加，不要一笔就下手太重，因为它其实还蛮好晕的，所以你可以慢慢的去抓位置。叠个第二层，你看它的那种浓郁度就变得更明显了。刚刚好像被稀释过的芒果汁，然后现在是纯度80%的芒果汁。我讲完好想喝哦。还有眼尾的地方也轻轻的扫过。可以往前面慢慢的扫到中间卧蚕的地方，然后用一支干净这种纺锤型的晕染刷，稍微的把眼影上缘的边界给晕开。再用眼影盘中间最下方的颜色偏红棕的这个颜色，沿着中段睫毛根部到尾段的地方慢慢的扫过，增加一点点阴影的感觉。然后往上稍微加高，跟刚刚的芒果黄色做一个衔接就好。眼尾的地方可以稍微加高，增加一点点深邃的效果。然后下眼尾1/3处，沿着睫毛根部的地方轻轻的扫过，同样的红棕色，去强调眼尾的轮廓就好。在上眼头的位置也轻轻的用同样的红棕色扫过。不用大面积的晕染，就是微微的增加一点点这种阴影的效果就好。然后一样再加一点点芒果黄色，在那个红棕色边界的地方。最后用最深的雾面色，沿着眼尾睫毛根部的位置，慢慢的去描绘，拉长出眼线的效果。淡淡的扫出一点点阴影就好，不用说要画出一条很锐利的眼线。还有上眼头睫毛根部的地方稍微去加重，再来用指腹沾取中间左边的亮片色，打亮在上眼皮中间的地方，因为它那种亮片感还蛮明显的，所以一样少量多次的叠加去增加出你想要的亮度就好。如果你想要低调一点，就是这样子薄薄的拍一层，其实就还蛮亮的。那如果说你要去参加一些 party 还是什么，要让它再闪一点点，你就是再加亮就好，再加一点点在眼球正上方这个位置。然后这个亮片色啊，因为它质地稍微有点软软湿湿的，所以我觉得用指腹上妆的效果，服帖力会比较好。用刷具它可能会掉亮片。然后下眼头到卧蚕的打亮，一样用同一个颜色，搭配一支比较小的这种刷具，慢慢的扫上去就好。你看到刷具它就会掉亮片，有没有？已经掉在我的黑眼圈这个地方了。所以我觉得用指腹的服帖效果会比较好，也比较可以避免掉粉的情形。好，眼头靠近山根这个地方也稍微去打亮，让眼睛更聚焦一点点。最后加上眼线和睫毛膏就完成眼妆咯。好，眼妆完成之后就是这个样子。这个眼影盘啊，老实讲，它不管怎么画都会很有戏、很重，所以它不太适合新手以及日常淡妆派。它不是走那种很无害的那种粉橘色、蜜桃橘色调的路线哦，不是，它是一盘我觉得还蛮有杀伤力的橘色眼影盘，所以它会比较适合你可能化妆已经有一段时间，你喜欢这种稍微饱和度比较高的眼妆的人，或是你比较懂得如何去操控这种比较浓的眼影，去分配它们的比例跟做一个配置的话，那我觉得来使用这个眼影盘可能就会比较得心应手，比较不会那么手足无措啦。那它在颜色配置上面，我觉得也是要小心，就是颜色其实越少，它画出来的妆感会越干净。我已经尽量去找不会强碰的颜色配置在一起了，所以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配的话，就是尽量抓3个颜色去画，它的颜色就可以呈现在一个比较干净的状态啦。然后在粉质的部分呢，我觉得雾面色我自己还蛮喜欢，因为就是很绵，然后服帖眼皮的效果也很好，也不太会飞粉。但是它这个光泽色的部分，因为它质地的关系，跟它那种亮片颗粒感比较明显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它用手指来上妆，那种服帖效果会好过于你用刷具上妆。用刷具上妆，它是一定会掉亮片在你的黑眼圈这个地方，所以工具的选择上面也是要小心的。好，那再来呢，就是4色眼影盘的部分。4色眼影盘跟9宫格盘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全部都是这种
光泽色，有没有非常非常的闪？所以如果你本身没有那么爱雾面眼影的话，你就是走光泽派，那你就直接收这盘就好。但如果说我觉得以妆感的丰富性来说，还是9宫格盘高过于4色盘啦，所以还是看你自己取向是什么。那这个4色盘呢，其实它的颜色配置上面，我觉得也还蛮明确，它就是有一个底色。然后一个晕染色，就是重点色，以及这种比较眼线色的部分。那最右上角这个很闪的粉红金属色有没有？就是打亮色，所以它其实也是可以呈现出一个深浅的渐层感，就看你怎么去运用啦。所以我觉得这2盘的选择呢，就是看你自己的喜好是什么。你喜欢有雾面跟那种光泽交错的层次感，你就直接买9色眼影盘就好。那如果说你是光泽派，你就直接买这个4色眼影盘就好，择一买就好。那再来腮红的部分呢，它是长这样子，很像一个印章。它的盖子在上面这边打开来之后呢，有没有这边有一个腮红的印子？然后它的质地呢，它不是那种干粉状的腮红，是稍微有一点湿润的那种双膏状的那种腮红。所以你也可以直接用你的指腹来拍点上色，颜色也是走这种很夏天偏橘的感觉，我觉得画起来还蛮可爱的哎。它不是那种杏桃橘色哦，它是比较像橘子色或是那种熟透的芒果表皮那种颜色，所以那种多汁跟鲜甜的感觉会比较强烈一点点，有没有？就刷起来很健康的感觉，不会有那种白白粉粉，因为如果是那种杏桃橘色的话，就比较容易有那种白白浮粉的问题，但这种偏正橘子色的腮红比较不会有那个问题，它刷起来就是那种很健康很明亮的肤色。然后它的这个腮红盒下面还有一个屁股，你要把它转开来，有一个很像那种气垫粉扑的这个粉扑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可以直接用指腹上妆，你也可以用这个粉扑来上妆。那今天我用粉扑来示范。好，那我们就直接用这个气垫粉扑这样子按压腮红霜，它就会沾上颜色了。轻轻的拍在你想要上腮红的位置。有颜色耶，淡淡的。这个握柄的这种设计，其实我不是很喜欢了，因为会变成说你手指抓腹的那个施力点不是很平均，所以就不太好拿。直接用那种干净的气垫粉扑，就上面有一个缎带，你的手指可以直接套进去那种，我觉得都会好过于这种设计。但它的好处就是你可能外出要补腮红，不用再另外带工具啦，因为它就是一个盒子里面什么都有嘛。腮红的发色反而不像眼影那么有杀伤力，它是走比较清淡的路线，所以如果你要让它比较显色一点，就是要少量多次去叠加。那这边有腮红，它就那种橘子色，不会偏粉，不会偏红，正橘子色。然后这边没有腮红，没有看出差别吧？其实颜色还蛮可爱，但是这个设计我实在是不是很喜欢。这款腮红它的质地我不是很喜欢，因为它又不到真的一般腮红膏那么的湿润，像 Visa 的那个腮红霜加唇彩霜的那一款，它质地就很湿润，它拍上去是完全不会有粉感。那这一款它就是要湿不湿，要干不干，所以它拍上去还是会有点粉感，有没有？在这个地方，但正常来讲，这种质地的腮红是不应该有这种情形的，所以它这种质地我觉得有点要上不上，要下不下，介于中间的感觉，我不是很喜欢。要么你就再湿润一点，要么你就直接当做出那种干粉状的腮红，所以这种介于中间的质地我自己不是很喜欢。虽然说它的颜色是真的还蛮可爱，可是其实韩系的腮红或者是目前台湾开价你可以找到腮红都可以找到这种类似的颜色，所以这款腮红我觉得没有非买不可的必要。那我们让妆感完整一点点，我把右边的腮红也补上去了，然后再来呢，在山根这个地方，这种工具真的是不是那么好用，我直接用我的手好了。点一点点在鼻梁这边来画一点点晒伤妆的效果，用指腹上妆的效果，我觉得比那个粉扑好用多了。好，这样子腮红就完成了。好，这个就是唇膏，它一共出了4支，2支是水润，2支是雾面。那我全部都包色了。它的那个包装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先跟你们分享水润的好，水润我觉得包装还好，质感没有很好，就是那种塑胶感有点重。有没有听到它开盖的声音？就真的完全是塑胶的感觉。所以水润款的包装，我觉得就是一般护唇膏的感觉，我自己没有很爱。但是它的雾面款啊，你看。
它超级霹雳细的，有没有？像现在女生不是很流行背鼻屎包跟小废物包嘛，就连你的皮夹跟手机都装不进去那种废物包，这时候唇膏的选择就很重要，像那种完全不占空间，或是你可能只是穿个外套有口袋，丢在你的口袋里面都完全不占空间那种体积，它大概只有一般唇膏的1/4吧，就跟原子笔一样细，所以它这个设计我还蛮喜欢的。然后它的这个管身的地方啊，像刚刚水润款，它是整支都是塑胶，所以我觉得廉价感还蛮重。然后这支啊，它虽然说底下的底座和盖子也是塑胶的，可是它中间这个管身是用那种比较金属的感觉，有没有？所以它的质感我觉得会比水润款还要来得好一点点。那因为全彩只有出4个颜色而已嘛，数量没有很多，那我就全部都在手部上面刷色，以及在唇部上面上色让你们看。那我们先从水润款的开始。好，那这样全彩试色都完成了。我先让我们看持色度的部分，这边我有刷了一些雾面的唇膏，以及这个是亮面的，比较宽这个。那我用卸妆纸稍微的擦一下。水润款的稍微会有点染色，有没有？水润款这边稍微有点染色，然后雾面款是可以完全卸除的，所以使用水润款的话，晚上回家卸妆要多花一点时间。然后质地的部分呢，水润款的从包装到质地使用感受我都没有很喜欢。包装刚有提到它那种塑胶廉价感很严重，再来就是它的这个旋转是你用多少转多少，它跟一般唇膏可以推出来推回去是不一样，所以你听。它会有咔咔声，你把这些转出来用完之后，你再推新的出来。如果你不小心一次转太大段出来，你是没有办法收进去盖子的，所以在使用上要小心。然后质地的感觉，虽然说它的光泽感很明显，可是我觉得它会有一点点厚重感，跟那种牵丝稠稠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整个在唇部上面的感受并不是那么清爽无负担的。那再来雾面的话呢，雾面的质地我自己还蛮喜欢，因为它比较偏向那种奶油丝绒雾光的感觉，不是纯雾面，所以我觉得它比较不会显得唇部干。但是因为我最近唇部状况不太好，在内侧的部分稍微有一点死皮，所以有死皮的地方它还是会显死皮，因为你本身就有死皮嘛，所以不是唇膏的问题。可是，在其他外侧唇部没有位置的地方，我有观察，它不太会说显唇纹啦，还是会有那种很明显的干粉感，所以我觉得雾面的使用感受会比亮面款还要来得好一点点。然后雾面的包装做质感比较好之外啊，它就是那种一般唇膏可以收进去的那种设计，所以就不会像水润款的操作起来那么的麻烦。好，那以上呢就是 Innisfree 这个橘色限定系列的开箱以及上妆试色分享啦，提供这些心得让你们当做参考。好，那以上是今天的影片，希望大家喜欢。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别忘了喜欢加订阅。那我们下次见，拜拜。